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公报还首度表明重视台海和平稳定，这是美国先后与日本、韩国、欧盟等国达成数次联合声明，再次提及台湾问题。分析认为，以此次G7峰会为分水岭，西方正式把台湾牌当成了遏制中国崛起的工具，并且明目张胆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其中，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中国外交部正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切实重信守诺，谨言慎行，不要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美国为首的 G7集团在英国峰会后的联合公报中加入关于中国台湾问题的相关条款，破天荒提及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称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台当局对于 G7的声明则是感激涕零。台外事部门发表声明，声称表示感谢各国领袖重视台湾问题，还妄称台海和平与稳定是打造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事实上，此次 G7集团拿中国台湾问题说事，完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就多次以台湾问题为抓手，联合其他盟友对中国施加压力。今年4月美日首脑会谈，以及5月的美韩元首峰会，甚至美国的小弟日本，也不断借欧日领袖峰会、G7外长会议，以及本月举行的日澳2+2会谈，多次发表的联合声明都包含有台湾问题。此次G7联合声明拿台湾说事，只不过是前面几次声明的整合版而已，并不值得惊讶。G7峰会呢，采纳了美国和日本前一段呢这个首脑会晤的时候，美日联合声明当中的内容，把美日联合声明内容呢涉及到中国的全盘呢搬入到了 G7的联合声明当中，这明显呢是对中国的一个打压和制约，想通过呢对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来对中国内政呢进行干预，对我们呢进行强力制约。很明显 ，G7的这种做法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观察指 G7峰会首次将所谓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写入声明，虽然是老调重弹也无新意，但在这种特殊的国际场合干涉中国内政，显然是在设置重重政治陷阱。其逻辑前提是，无论台独分裂分子如何作妖，大陆都不能启动武统，否则就是破坏和平与稳定。其次，所谓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其逻辑是西方有干涉台湾问题的权利。值得一提的是，近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早在今年3月中旬，美日外长防长2+2会晤就无端牵涉台海议题。其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在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的通话中，要求日方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近邻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保持起码的尊重，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但在4月17号，菅义伟访美与拜登展开会晤后，更是时隔52年再次将台湾写入联合声明之中。而上次美日联合声明中涉及台湾的1969年，中日还未实现邦交正常化。而在此次 G7峰会期间，菅义伟在与拜登的会谈中又谈到所谓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菅义伟还在峰会上表示，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日本参议院上周5还通过了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决议案。而在上周3，菅义伟在国会与在野党党首辩论时，甚至公然称台湾为所谓国家。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第2天就表示，日本领导人将台湾公然称为所谓国家，严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原则，严重违背日方迄今多次做出的不将台湾视为国家的郑重承诺。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事关两国间的基本信义，事关国际法治正义。我们严肃敦促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切实重信守诺，谨言慎行，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日本它呢是从切实利的战略视角来暗中呢反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在这个方面呢，应该说，日本它内心的那种关切比美国呢都要强烈。而在新冠疫情问题上，日本也与岛内民进党当局相互勾连。台湾急需疫苗，日本将自己不用的124万剂阿斯利康疫苗送台，这已激起台湾一些亲日企业和团体在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刊登感谢广告。被嘲讽为驻日代表的台当局在日联络人谢长廷，上周6则在脸书上转发消息并表示感谢，但是岛内网友并不买账。
对于谢长廷的感谢，不少岛内网友发出不同声音。少恶心了！当初明明是大陆先要捐疫苗，被民进党当局挡了，还骂人家假好心。现在日本捐个124万剂，就感动得痛哭流涕，连疫苗也可双标搞政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对于刚刚落幕的 G7 英国峰会发布的公报，首次提及台湾海峡的所谓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你有什么样的观察？G7 公报这个所谓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表述，在我看来完全就是一句废话。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懂得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种认知不仅来自于历史维度，更来自国际法层面。由于台湾海峡两岸都是中国领土，且海峡宽度在200海里以下，那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台湾海峡水域除了两岸这个12海里以内的领海外大部分都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中国家门口的这个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还需要你们一群外人在那假惺惺的科普吗？那么问题来了 ，G7 英国峰会为什么要将一句废话煞有其事地写入联合公报里呢？在我看来，这是美西方国家非常擅长的这个抓牌技能，叫做无中生有。台湾海峡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和平稳定的问题？当然是在台湾执政当局的这个台独行径触犯了反分裂国家法的时候。我们必须以武力的方式确保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是美西方国家的潜台词是不，这是一个国际问题。言外之意，他们希望将台湾海峡在地理与政治这个概念上与英吉利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画上等号，是刻意塑造的海峡一边一国论，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为他们在政治上围堵中国创造更大的抓手。日本最近在台海问题上频频冒头，首相菅义伟不仅在G7峰会上大谈让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前不久更假装口误，将台湾称为所谓国家。那日方为何此时频打台湾牌？日本政府为何会在近期突然加大与台湾勾连的力度呢？我认为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国内选举政治的背景是绕不开的。上个月，日本共同社实施了一次全国电话民调，结果显示，高达71.5%的受访者不满菅义伟政府的这个防疫表现。菅义伟内阁的不支持率已经飙升至47.3%，比4月份的这个数据进一步增加了11个百分点。菅义伟的民调数据出现了反对率高于支持率的死亡交叉。前不久，菅义伟在一档电视节目上暗示自己可能会在今年9月这个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之前宣布提前大选。9月份恰好是在这个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此刻他暂时无法评估这一届东京奥运是否是能够顺利办好，对他的选举是加分项还是扣分项。因此他需要进一步向党内亲台势力，也就是安倍晋三靠拢，寻求更大的赋能与支持。其次，从美日同盟关系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台海问题上冲锋在前，很可能是拜登与菅义伟的一种政治默契与角色分工。在中美关系越发微妙的时刻，美国将日本推到了台前，让菅义伟在敏感问题上替美国分担一部分所谓注意力，也是对中国形成一种所谓的多重施压。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正在成为又一个不可忽视的域外因素。或者说，从历史上看，日本从未放弃对台湾持续施加政治影响力。随着台湾海峡这个局势日趋复杂严峻，日本逐渐显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好的，谢谢吴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